会把额头的女性柔化手术呢放在女性柔化手术里面的第一位，因为男性化的额头跟女性化的额头呢存在着一种本质上不同。我们今天来谈论一下女性柔化手术哦。先澄清几个观念，女性柔化手术它是一群手术的集合体。通常我们会谈论到额头的女性柔化手术、颧骨女性柔化手术以及下颚骨女性柔化手术。我们会把额头的女性柔化手术呢放在女性柔化手术里面的第一位，因为男性化的额头跟女性化的额头呢存在着一种本质上不同。有很多很成功的变性姐妹们，确实她们很漂亮，通常会发现她们的发型会非常的固定，她们必须要用刘海，原因就是因为必须要用刘海来遮住脸上很容易掉的一部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释一下何谓男性化的额头以及何谓女性化的额头。来自于考古学的研究，考古学家他就是用头颅骨来分辨他挖到的骨骸是男生还是女生。他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看他的额头形状。男性化的额头我们称之为 frontal bossing。frontal bossing 的意思是指这一块骨头它会往前凸，来自于发育第二性征的时候呢，我们的男生呢这一块骨头就开始往前凸，那就会造成一种很阳刚的感觉。这个地方往前凸的时候呢，会造成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为额比角，就会比较锐利一点点。女生的话呢，鼻子到额头就会比较滑顺，比较没有很明显的额比角。第二个，男性额头呢，眉骨突出，然后合并呢眉骨上的额骨后缩，所以这个角度会往后倾。再来就是我们的发线，这两个会比较后缩。那再来就是男生的这个眉眼距呢会比较近一点点。好，那这可能跟眉骨突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眉毛离眼睛会比较近。那这样子看起来呢，我们就比较威武，比较严肃，比较凶猛。那这些都是属于男性化额头的特征。我们怎么样把这样子的男性化的额骨特征给它去除掉？首先呢，我们其实是把这块骨头的把它锯开来，然后把它往后摆，所以这块进去之后，我们就会打平了额比角，我们要让它顺上去嘛。上面这个往后倾的部分呢，我们就必须要用客制化的骨水泥来连接，从鼻子跟我们打平的额窦连接上去，客制化的骨水泥来制作一个滑顺的侧脸的轮廓，衔接鼻子跟衔接头顶。常常我们加上去之后呢，太阳穴的凹陷呢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太阳穴也必须用一些材料来把它填补起来。通常用的方式是用 Gore-Tex 来填补这个太阳穴的凹陷，因为我们把额头立起来之后，会夹住了太阳穴的凹陷。手术的这个结尾呢，我们就是要来控制额头的比例、发线的形状以及拉提。通常我们会必须把男性的发线的 M 型，把它修整成比较圆弧、比较柔美的一发线，合并做拉提、拉高的眉眼距，然后呢让这个双眼皮也变得比较明显，再减少额头长度。那这样子的话就大功告成了。也有完全相反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些男性的朋友本身比较柔美一点点，所以他希望增加一点阳刚味、男子气概，寻求做额头的手术，让他的眉骨做的稍微更阳刚一点点，同时他也可以拉近眉眼距，让眼睛更深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刻意的设计一个稍微后缩一点点的额头，来增加这个男生脸部的阳刚味。有时候我们也会搭配下颚骨角让脸部看起来更 man、更有线条一点。最近大家讨论很热烈的额头缩小手术，它通常我们在改变额头形状的时候，它是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改变了额头形状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把头发拉到该有的位置，裁切起来，可以定额头的新的长度。我们来比较直发跟发线前移。发线前移呢，通常我们可以从1公分甚至到6公分前移的量。如果我们要把它换算成直发，以这样子大量的直发呢，它的价格已经比手术高上好几倍哦。第二个呢，就是直发要面临毛囊存活率的问题。再来一些我们称之为叫毛茸茸的一些类似胎毛的这种头发。如果说你用直发，因为我们后面的毛囊都比较粗，种上去以后会比较偏向后面比较粗的这种发质，那不太像是前面的头发，简单来讲就比较不自然。所以有些患者他想要保留这种胎毛很细毛的，然后要很自然的这种前面的这种发质的话呢，那发线前移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首选。额头缩小手术呢，或者发线前移手术也可以单独做。有些人并不想改变眉骨的高度，不想改变额头的形状、太阳穴，他单纯只做额头的缩小手术也可以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发线前移呢通常会搭配一个拉提，直发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